福气的猫友们，我是希望所有生灵都能被善待的安宇，欢迎跟着安宇一起学养猫。今天想问问大家，你知道猫咪需要打哪一些疫苗吗？你知道每种疫苗的施打频率吗？为什么要打这些疫苗呢？还有疫苗的副作用跟注意事项，你都清楚了吗？如果你现在脑中呢已经有非常清楚的答案，那就请先收下安宇的请安跪拜。但如果你一时间答不上来，其实就完全没有关系，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它虽然不是特别的复杂，但确实需要我们花一点时间跟脑子去把东西记下来。加上目前台湾并没有很完善的一个官方疫苗追踪或是提醒的系统，所以很多时候呢就非常仰靠猫友我们自己去注意到这方面的预防性就诊。今天安宇就想要跟猫友们好好分享疫苗这件说大不大，说小绝对不是小的关键事。影片最后呢，安宇也整理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格，欢迎大家可以直接的去截图存档。首先要了解疫苗，就要先了解疾病。疫苗的存在呢，它其实就是为了防范可能产生的病毒侵袭。施打的原理其实就是把比较弱的病毒或者是部分的病毒注射到猫咪的身体里，让猫咪产生抗体，然后去做一个免疫系统的演练，产生相应的一个防御机制。那既然呢是把弱化的毒去打到身体里面，所以猫咪施打的时候呢，就会有一定程度的身体反应，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就像我们去打新冠或者是流感疫苗一样，很有可能我们会产生手酸，或者是有类似感冒的一个倦怠感。那正因为打疫苗呢，需要消耗猫咪的免疫力，所以千万不要在让猫咪打疫苗的同时去安排其他的事情，比如不要带它去洗澡、结扎，或是你不要刚好在那天需要搬家或是出国。如果猫咪当下已经有其他的身体状况，比如说它正在拉肚子啊、打喷嚏啊，它有一些感冒的一个症状出现的话，那你一定要先暂缓施打疫苗这件事情，等猫咪的身体呢完全了康复，你再去做预约相关的施打。那根据2024年 WSAVA 提供的一个最新的疫苗接种准则，猫咪的疫苗主要分成3合1、5合1以及单一剂型的狂犬病跟猫白血病疫苗。我们先来聊聊目前比较主流也比较基础的猫3合1疫苗。它主要的预防呢，就会是3种比较高传染性的疾病：猫疱疹病毒跟卡里西病毒，这两者呢都是针对上呼吸道的一个感染，那它会导致猫咪呢的眼睛会发炎，口腔会溃烂，然后甚至呢严重一点的话会引发肺炎，猫咪有可能会死掉哦。另外就是猫小病毒。那这是大家比较常听到，比如猫瘟，那它会引发猫咪严重的一个病毒性肠胃炎，猫咪就会上吐下泻，会高烧脱水，它的致死率相对来说会比较高。很多人呢也会有一个误会，就是成猫的抵抗力比较好，所以不用怕这些病毒。但其实成猫如果没有抗体，然后它又感染到这些上呼吸道的疾病的话，症状其实有的时候会比幼猫来得更严重，会流口水啊，呼吸困难啊，或者是会完全的没有食欲。那安宇在这边呢，也要特别提醒你，根据 WSAVA 的一个建议呢，为了猫咪的健康，3合1的疫苗是非常强烈的一个推荐选择。那你就应该要去选择无佐剂的剂型做施打。那另外市面上呢，也会有所谓的4合1疫苗。有些人可能有听过，它其实就是3合1再加上 P1 菌的预防。P1 菌呢，它也是针对一个上呼吸感染的一个菌，虽然说它威力并没有猫瘟这么大，那它的治愈率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那如果是一般的家猫，那3合1或者4合1其实相对来说就已经非常足够了。那什么时候呢？我们会听到5合1疫苗。5合1其实就是刚刚讲的3合1加上 P1 菌，然后它在外加的就是猫白血病疫苗。那猫白血病呢，会导致猫咪严重的贫血、发育不全、免疫抑制，甚至会触发恶性的肿瘤。可怕的是，一旦感染，病毒就会一直潜伏在猫咪的身体细胞里面一辈子。那通常就是感染后的猫咪很难活超过4年。过去的5合1疫苗呢，因为它使用的白血病病毒颗粒被认定比较容易去引发注射部位的一个恶性肿瘤，也就是肿瘤纤维肉瘤，所以临床上逐渐被拆开，然后去取代。现在更普遍、更安全的做法，就是去选择施打3合1或者4合1疫苗以后，再额外的
加打一个单一剂型的基因重组或是次单位的猫白血病疫苗。这点猫友们去医院的时候呢，一定要跟医生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咨询，去知道说什么样的疫苗接种是对你现在猫咪的年纪还有状态来说是最合适的一个选择。猫白血病呢，主要是在1岁以下的幼猫风险是比较高的，施打的时程跟3合1比较相似，就是初次接种呢需要打2剂，间隔是3到4个礼拜，隔年再补强就好。如果长大后呢，它并不是活在一个高风险的环境里面，其实也不一定要每一年去做续打的一个动作。但因为白血病它是透过血液、唾液还有粪便去做传染的，所以如果家里跟安宇一样，就是你原先已经有一个健康的猫咪在家里了，然后后来又缘分爆棚的你去领养或者去中途了一只猫咪，那带回家之前呢，请先去做白血病快筛，在确定安全之前呢，一定要将2只猫咪或是多只猫咪做一个安全的隔离，避免它们共用到生活环境，或者是有一个打架咬伤的一个状况。讲到打架跟唾液传染，再来就是大家耳熟能详，但是常常误解它的狂犬病疫苗。很多猫友可能会问，这个名字明明没有带猫字，然后我们家的猫又不出门，到底狂犬病疫苗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首先，狂犬病是法定人畜共同传染病，也是中华民国政府规定，就是每年要做的定期施打。不配合施打呢，它抓到现在目前是有罚则的。狂犬病主要攻击的是中枢神经，猫咪一旦感染就会出现，比如行为的突变、畏光、痉挛、瘫痪，而且一旦发病，其实它的致死率几乎就是100%。在2025年7月的时候，其实政府已经放宽了狂犬病疫苗对全室内猫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如果你家猫是全室内猫咪，可以不用施打狂犬病疫苗。但是你要确保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带猫咪出门、短暂出门要去看医生啊什么的时候，猫咪不能有任何可能可以逃脱的一个机会。那它的头、身体、脚都要确保是在你装的一个外出笼里面。那很多猫友会因为害怕狂犬病疫苗的佐剂去引发的可能的恶性肿瘤，然后你就不愿意带猫去做施打。但其实近几年呢，市面上已经有非常多不含佐剂的猫专用狂犬病疫苗上市了，那它就大大降低了去病变的几率。狂犬病疫苗通常在猫咪8-9个礼拜大就可以去做第1剂施打了，之后呢就是每1年去做补强就可以了。只要打过疫苗的猫咪都会拿到政府核发的小牌照，那这个就是我们家 Hoki 的啦。讲了那么多，我们疫苗要去哪里施打呢？然后怎么打才安全？请记住，所有的医疗行为，请务必交给合法的兽医师跟动物医院去做进行，不要贪小便宜的在网络上或者是不明的渠道去做购买，然后去做自己在家的那种施打操作。另外呢，疫苗是非常娇贵的，它必须要冷藏保存。如果医院保存不当或者是过期的，打进去其实你只是打心安，意思就是说它完全无效。为了对得起猫咪挨的这一针，然后你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荷包，对吧？所以请多留一个心眼，观察医院的环境一下，然后并确保你的预防手册上面呢有贴好疫苗的贴纸，它是没有过期的，然后并且有主治医生的盖章去确认。那打完疫苗后的2-3天，其实有些猫咪会出现一些食欲下降呀、精神不好或是体温升高的一个状况，这属于比较轻微的一个疫苗反应。那通常它多休息自己会好。但如果持续超过5天，然后你就应该要去联络你的兽医师，就想说它到底是发生什么问题，或是打完的当下跟隔几个小时之内，猫咪马上出现就是脸部或者是施打部位的一个肿胀，疯狂的去上吐下泻，它有呼吸困难，那其实就是严重的急性过敏，应该要立刻带你的猫咪回诊。所以安宇在这边呢，想要分享一个小秘诀吧，也不能说是秘诀，不过就是一个经验，就是你带猫咪去施打疫苗的时候，可以的话尽可能选白天，因为这样回家如果突然发现有任何状况，其实你原本施打的兽医院跟附近的医院可能都还是在营业中，你就不会有求助无门的一个状态。
知名的猫博士林正义老师跟来地喵喵猫诊所的陈千文院长，在《猫咪家庭医学大百科》当中有特别提到，就算你家的猫咪100%不会出门，其实也非常建议你一定要带它打疫苗。因为猫咪偶尔呢，除了它有可能会开门偷跑出去，避开这件事情来说，它也有可能跟窗户外面的猫或动物去做到一个互动。假设都没有，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自己每一天都会穿衣服、鞋子、带包包出门，甚至有可能我们没有洗手，那我们就会把外面的病毒跟病原都带回家。其实不知不觉当中，你就有可能去让你的猫咪有被感染的一个风险。所以预防胜于治疗，定期呢带猫咪的去试打它适合的疫苗，是养猫路上不可以逃避的必要支出跟责任。既然你决定要养它了，我们就应该要把这些医疗防护的预算，也跟比如你要帮它买饲料、买玩具、买猫砂看的一样，甚至是更重要。好，说了非常多，接下来就让安宇展示一下帮大家整理的一个疫苗接种准则。那有需要的猫友，你可以截图。祝福天底下的猫咪都平安，愿所有虐猫者此生也被用相同的方式虐待。让我们一起守护猫咪吧，福气的猫友们，我们下次问安见，拜拜。